把泳池里的光影变化成了人形了。可是当我看仔细之后啊，那确实是一少年的狼的那模样，只是呢，他看上去已经毫无生气了，怎么看也不像是一活人，正以一种怨毒的眼神死死的就这么盯着我呢。而经过片刻的对峙之后，他突然向我快速就游过来了，吓得我赶紧是手脚并用啊，浮出了水面。我大大透了口气之后，拼了命的爬上泳池的边缘。我能感觉到他紧紧跟在了我的后面，我使出吃奶的力气，攀着泳池就跃出了水面了。当时啊，我的腿已经软了，根本用不上力气。我用手支撑着向前爬了一段路之后，想尽可能离泳池的我再远一点吧。我听到我身后是有水声的，回过头去看，他把头浮出了水面，用一种难以形容的表情就这么看着我。这事儿吧，发生在2013年，那个时候呢，我读大二、大三，放了暑假之后，我在一家健身中心就找了一份兼职的工作了。哎，老王啊，这个呢是新来的保洁，你带他熟悉一下环境。哎，陈经理，也不是什么体面的工作，其实啊，就是一打扫卫生的。在我刚去那一天，健身中心一姓陈的女经理就把我带到保安室了，让一姓王的保安带我先熟悉一下这环境。行，好的，你放心，这个就交给我了。这个姓王的老保安呢，对这位陈经理是毕恭毕敬，一个劲儿的点头奉承。那个王叔啊，以后啊，您就多多关照吧。这看上去是一很圆滑的人，我也给他呢鞠了个躬，请他以后多加关照。我也看出来了，他在那儿啊还是管点事儿的。哎，陈经理，您慢走啊。这位陈经理交代完了，把我丢给了老王，这转身可就走了。老王呢，又是点头又是哈腰，把他就给送出去了。走吧，我带你啊去看一下环境吧。等着陈经理走了之后啊，老王也收起了笑脸，耷拉着眼皮子让我跟他走，熟悉环境。这明显有点气声了，是吧？是不是啊？对了，您怎么称呼啊？啊，我姓吴，叫吴邪，您呢叫我小吴就行了。路上我们俩相互就做了自我介绍了。那屋里呢是工具箱、拖把什么的都在那屋里呢。一路之上，他漫不经心的给我介绍着不同房间分属什么部门之类的，我呢也记了一大概了。咱这儿啊，营业到晚上10点，一般都是晚上上晚班。因为健身中心是营业到晚上10点的，所以说呢，保洁分白班和晚班，而我和老王就被安排到夜班了。这个门呢是通往那游泳池的。看了一圈之后啊，到最后这老王就把我带到那游泳池那边上了。在这池子里啊，水也不换，但是啊，地面也得保持干净。老王当时介绍说了，泳池是循环水，不需要清理，所以说只要打扫地面。我当时大概看了一下，泳池至少得有上百个平方，打扫起来是不轻松的。可是没办法呀，谁让咱是穷人家的孩子，得勤工俭学呢。那行吧，今儿啊，我就带你熟悉一下，你明天晚上正式上班吧。老王当时并没有安排我当天上班，而是让我先熟悉一下环境，第2天开始正式的上晚班啊。对了，这有件事情啊，我得提前跟你说，游泳池是不对员工开放的，你可不能下去游泳去啊。看完泳池往外走的时候，他突然之间像是想起了什么，语气凝重的跟我说，这个泳池是不允许员工使用的，如果说有员工私自下水，是会做池辞退处理的。还有啊，那就是晚上先打扫游泳池的卫生，然后再打扫别处，你得给我记住了。说完之后，他又补充了这么一句，让我每一天10点开始啊，先从泳池打扫，打扫完了之后呢，再去打扫别的地方，还让你一定得给我记住了。这语气很让人反感，说什么呢？我当然心里很不高兴啊，只能是哼哼哈哈的就这么答应着。这怎么这么多事儿呢？这是打扫个卫生。第2天我8点就到班上了啊，因为是新来的，所以说我是不是得表现一下啊？是吧？健身中心一般是9点50分闭馆，我10点开始打扫，只负责瑜伽馆和游泳池的地面清洁。可能是因为我吧是兼职，所以说分配的工作本身并不是很多。当然了，工
工资也会相对的比全职的要少很多。虽然说我不是那种娇生惯养的孩子嘛，平时呢在家多多少少的我也干活，但是几百平的地面呢，拖起来可不是轻松的事情。没多大功夫，我累的是腰酸背痛的。2个场馆看似不多，可等我呢拖完瑜伽馆到泳池的时候，已经都快11点钟了。健身中心闭馆之后，中央空调都是关闭的，又闷又热，我脸上那汗就像流淌一样。因为开着窗，一阵风吹了进来，带着泳池的水汽就吹到我脸上了。顿时我整个人一阵的舒爽，好舒服啊！看着泳池里清澈见底的水，我恨不得一头扎进去，我好好的我爽一爽啊！但是老王当时交代过，如果说有员工私自下水立马开除，我就打消这念头了。头一天上班都干到这么晚了，我怕领导知道我干得慢，再不老高兴的，赶紧加快了速度。之后正搁那拖着地呢，员工通道的门被推开了，进来的谁呀？保安，老王啊！你怎么还没弄完呢？别的班都干完下班了。这老犊子，这他妈一进来就没好气问我你怎么干得这么慢呢？说是别的班干完活已经下班走了，就剩我一个人没干完，你跟这磨蹭什么呢你？我不是跟你说了吗？先打扫游泳馆，这个屋子你怎么就不听了这个啊？我还没来得及回答呢，他说我不服从领导安排，因为他昨天耳提面命跟我说了半天，让我每天晚上先打扫游泳馆这屋，然后再打扫那瑜伽馆，正好我干反了。王叔啊，我这不是看瑜伽馆那边也不脏，我就先打扫那边了吗？我看那样有点不爽了，可是呢还得陪着一笑脸跟他解释，我看着瑜伽馆那边挺干净，打扫起来也会比较轻快，就先打扫了那边了。这老王当时一看一脸不高兴啊，在屋子里瞅了一圈之后问我，你有啥事儿没？我心说，这除了他妈快把老子热死之外，能有啥事儿打扫个卫生啊？以后啊得听从安排，知道吗？没什么事儿吧？没有。听好，你个老犊子啊，你他妈在值班室里吹空调吹够了，跑过来跟我耍官威啊？抓紧着点吧，别的班啊都已经走了，把门都锁了，你走的时候啊到那值班室找我拿钥匙啊。行，我说我知道了。老王当时啰里吧嗦的说了几句之后，嫌我干活慢，说别人都走了，晚上没事儿，他把门都锁了。我走的时候啊就去找他去拿钥匙去了。滚回你处理的空调去吧，老犊子！可是等老王关门出去之后，我对着门口是一通大骂呀，这也太他妈凶人了啊！他吹着空调喝着茶水，我还得听他指挥，指手画脚，看他那脸色呀！妈的，热得要死，还得挨你的训。这活没干完，人先热死了。骂完老王之后，我心里算是舒坦了一点了。可是呢，室内那股子热劲儿啊，让我心里已经烦躁到了极点。我又不自觉地回头望了望那清澈的那泳池了啊！此时此刻啊，这泳池里的水轻微的晃动着，映着灯光，像是有魔力一样，在轻轻的唤着我。我当时我心里就打定主意了，这个工作大不了我不干了，反正呢我看那老王也不像是好相处的样子，以后啊我不一定怎么为难我呢。想着把那拖把啪嚓一下地上一扔，去你妈的规矩吧，老子先爽了，到时候再说吧。就开始脱衣服了，要到泳池里先好好的泡一泡，谁理你这个呀？3下5除2的我脱了个干净，把我那件不透气的工作服啪嚓一下丢一边去了啊！我来了！向后退了几步之后，来了一助跑一跃而起，随着落入水中的一刻，周身的燥热一扫而空，整个人瞬时间变得清凉舒爽，好得劲儿啊！这个爽，那种感觉啊，简直是太畅快了，你知道吗？我跃出水面，大吼一声，把一直以来堆积在心里的郁闷我全发泄出来了，如鱼得水一般，在宽敞的泳池里尽情的游弋着，来来回回游了好几个回合，直到浑身上下在我一丁点的燥热呀，真是太他娘的爽啊！直到力气不支了，我才停了下来，感叹着泳池带给我的清凉。
我正有些美的不知所以呢，突然感觉身后仿佛有一道目光在盯着我看，那感觉让我脊背发凉。我扭回头之后就扫视着整个的这游泳池啊。当我眼角余光扫到了泳池的一个角落时，我隐约看到那里面露出半颗人头来了。就在我转头想仔细看的时候，那人头竟然悄无声息的就下沉到了水里。我有点害怕，但是转念一想，也许是有和我一样的工人下班没走，偷偷摸摸的下游泳池游泳了，对吧？跟我搭个板儿。为了确定自己个儿的想法，我便朝那方向我就游过去了。可是当我游到那位置之后，那里却什么都没有。可是我明明看到有人在潜到水里了。虽然说当时的光线并不是很好，但是偌大的游泳池可以尽收眼底。我一再环视整个泳池，除了我自己，再无旁人啊！我正当满腹狐疑的时候，突然感觉有东西在我脚下就游过去了。不会错了，有东西在水下碰到了我的脚。我浮在水面之上，我往池底下看，水很清澈，池底根本没有任何东西的存在啊。当时我有一种强烈的感觉，水池里有什么东西，如果说在水面之上看不到的话，也许在水底是可以看得到的。我当时长长憋了口气，一个猛子又扎进了这水里了。因为灯光不足水下的视野并不是特别的清晰，也并不是还是能把泳池底下的情况我看一大概的。目光所及的地方什么东西都没有，这让我开始怀疑自己的判断了。我可能只是自己搁这吓自己呢。因为泳池的水循环的，在换水口是有吸力的，也许我错把那种吸力当成有东西能碰到我了。一口气憋得我难受，我就打算浮出水面了。可是就在这个时候，我突然之间感觉身后有东西，我连忙回过头，我直接看过去了，吓得我差没一点憋着这口气就直接吐出去了。怎么的呢？在我身侧的右侧有一少年模样的神就浮现在那水面之上呢。起初我以为自己跟着吓自己呢，把泳池里的光影变化成了人形了。可是当我看仔细之后那确实是一少年的狼的那模样，只是呢他看上去已经毫无生气了，怎么看也不像是一活人，正以一种怨毒的眼神死死的就这么盯着我呢。而经过片刻的对峙之后，他突然向我快速可就游过来了，吓得我赶紧是手脚并用浮出了水面。我大大透了口气之后，拼了命的爬上泳池的边缘。我能感觉到他紧紧跟在了我的后面，我使出吃奶的力气，攀着泳池就跃出了水面了。当时我的腿已经软了，根本用不上力气。我用手支撑着向前爬了一段路之后，想尽可能离泳池的我再远一点吧。我听到我身后是有水声的，回过头去看，他把头浮出了水面，用一种难以形容的表情就这么看着我。我当时不敢多做停留踉踉跄跄的向员工通道跑，想尽快的离开泳池了。我当时连滚带爬的跑到了值班室，而老王呢正躺在椅子上跟着睡觉呢。我咣当一声推开门声，就把他吵醒了。有鬼有鬼，泳池里有鬼！我语无伦次的喊着游泳池里有鬼。老王睡得迷迷糊糊，被我突如其来的一阵喊叫声给吓不轻了。等他醒过来之后，对着我是大发雷霆你拿我的话当耳旁风了是吗？老王当时一看我只穿了一条底裤那德行又说泳池里面有鬼，就知道我下水我游泳去了，气得他脸色都变了，指着我的鼻子在那一通臭骂呀，好像我惹了天大的这麻烦一样。你已经被开除了，现在就滚蛋吧，滚！到最后这老王八犊子都没有和领导汇报，就直接把我开除，让我滚蛋了。虽然说他事先和我说过晚上不能到泳池里游泳但是我没想到他会这么大的反应。但是直觉告诉我，他们健身中心有什么怕健身的这个秘密。开除就开除呗，有什么大不了的呢？反正也不是什么正经工作，丢了这份兼职，我一连几天没有找到新的兼职，闲着没事干，
我始终觉得这家健身中心有什么秘密，还有我在泳池里见到的那恐怖少年。受好奇心的驱使，我在网上翻找查阅关于那家健身中心的相关消息您别说，还真就给我查到了这么一些东西了。在2年前，那家健身中心的泳池里面淹死了这么一少年了。网上呢还流传了一些关于这件事情的监控视频，可是蹊跷的是，事发的时候泳池里有很多人在戏水，在玩耍，而那少年溺水的时候在水里挣扎了几分钟的时间，有很多人在他的身前左右跟那戏水来着，但是却没有一个人看见他溺水了。那么这件事情传得很邪乎，说当时所有人都鬼遮眼了。为了这件事情，那家健身中心停业整顿，而我呢，那天晚上所看到的，也许就是那溺水少年的那鬼魂吧。